当地时间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大期间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王毅再次就中美关系以及乌克兰危机等地区议题阐明中方立场。他强调，美方不能总以两副面孔对话，应以尊重的态度开展对话，以慎之又慎的态度处理分歧。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止跌企稳，符合两国人民利益，顺应国际社会期待。能否延续这一势头，取决于双方努力。美方不能总是以两副面孔对华，一边肆无忌惮围堵打压中国，一边若无其事同中国对话合作。美方既然多次表示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就要从根子上树立理性对华认知，以尊重的态度开展对话，以互惠的精神推进合作，以慎之又慎的态度处理分歧。在多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同时呢，又在对他有利的方面寻求中国的合作。这种两面性呢，是表现的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加突出。在拜登政府的最后时期，中方严正地指出他这个问题，也是期望美国不要再进一步的扩大他们的错误行径，也期望这一届政府能够和平的过渡，能够再开启一个相对更加建设性、更加稳定的中美关系。会见中，王毅还就台海、南海、乌克兰危机等议题重申了中方立场。他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如果美方真心希望台海和平稳定，就应停止武装台湾，公开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王毅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对华经贸科技打压，国家安全不能泛政治化，小院高墙不能成为大院铁幕。在南海问题上，王毅强调，中方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并敦促美方不要总是在南海兴风作浪。关于乌克兰问题，王毅指出，中方立场坦坦荡荡，始终坚持劝和促谈，为推动政治解决做出自己的努力。美方应当停止对中方的抹黑栽赃、滥施制裁。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稿，双方一致认为此次会晤是坦诚实质性的，认同中美两国需要找到长久和平共存之道。双方将继续开展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同意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保持沟通，适时举行新一轮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深圳卫视注意到，这已经是王毅与布林肯1年之内的第4次会见，上一次是7月在老挝万象。据知名公众号玉渊谈天披露，在纽约的这次会见时间比计划中的更长。从双方消息稿中也能看出，会谈的议题范围很广。文章分析认为，尽管眼下拜登政府已进入任期最后几个月，但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美国有意寻求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中美抓住机会进行面对面沟通，更凸显中美关系不仅限于双边层面，更事关世界和平。此外，即便明年初美国政府更替后对华政策出现调整，但也存在一定延续性。因此，不管今年美国大选结果如何，就稳定中美关系而言，延续两国高层交往势头没有坏处。美国目前正处在权力交接的一个复杂的敏感的时期，无论下一届政府是谁这个当选总统，中方都期望美方能够跟中方相向而行，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中方希望美方能够摆脱他们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知，摆脱这个对中国的敌意，摆脱那种一味追求竞争的这样一种战略态势，进而为中美的合作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几次会见前美方提前高调预热不同，这次相对低调，仅在中美外长举行会见后，才以美国务院发言人吹风的方式发布了新闻稿。观察认为，伴随美国大选进入关键阶段，拜登政府在对华沟通上也承受一定压力，既要避免冲突发生对选情造成冲击，又要防止对手用所谓对华示弱来攻击自己，低调宣布比较稳妥。台湾问题是中美外长会见的首要议题。王毅强调，当前台海局势的最大危险是赖清德之流越来越猖獗的台独行径。如果美方真心希望台海和平稳定，就应停止武装台湾，公开反对台独。外界注意到，随着拜登政府即将下台，近期加大力度插手台海。
据透露，美方拟向台湾提供近5.7亿美元安全援助的计划已进入最后阶段，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一揽子计划。这笔巨资将用于培训、储备、反装甲、防空、无人机等项目。此前，中国有关部门均对美对台军售作出严正回应。无论冠以军售、军援还是融资，或是打着其他什么名号，美国给台湾的不过是一堆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和虚假的承诺，这不仅换不来台湾民众的安全，更会把台湾民众推向战争的险境。美方妄图以台制华，用军援军售为民进党当局壮胆打气，助长台独嚣张气焰，这只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亡的宿命。解放军有足够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台湾从美国购买的首架 F-16V 预计将于本月底出厂交付。22号，美国商务部还率领26家无人机相关厂商窜台，寻找可代工的零附件厂商纳入美方供应链。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声称，不排除未来美台开展武器联合生产的可能性。有分析认为，此举凸显美台双方各自的算计。美国想堵上军工生产力不足的窟窿，民进党当局则想借机填补军备上的短缺。但岛内很多民众已经看清这些所谓军事合作的本质，就是华盛顿政客为美国军火商谋求更多的订单，然后从台湾老百姓的口袋中骗走更多的钱。民进党当局若继续挟洋自重、以武拒统，只会进一步失去民心。与布林肯在纽约会见时，王毅还直接点名美国，不要总是在南海兴风作浪。观察认为，这与美国近期搅局南海动作依然紧凑有关，不断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推波助澜。据菲律宾官员证实，美菲近日一致同意将一套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无限期部署在菲律宾北部，而且美方正在检验将该导弹系统用于区域性冲突的可能性。对此，中方多次表示严重关切，要求美菲尽早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挑动军事对抗，按此前公开承诺尽快撤走中导系统。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毅向布林肯当面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要求美方停止对中方的抹黑栽赃、滥施制裁。实际上，第79届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中东危机、俄乌冲突等地区局势正持续发酵。王毅在出席联大会议以及多场双边会晤时，都曾就相关问题表明立场。当地时间25号，会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时，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王毅强调，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推动局势降温，不放弃争取和平的努力。如果仍有人指责中国，就是别有用心，向中国推卸责任，更是别有所图。此前一天，他还出席了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强调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一边。任何在乌克兰问题上向中国甩锅推责、攻击抹黑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会得逞的。在这个俄乌冲突中，美国的推波助澜的责任是难以回避的一个话题。但是美国方面他们不去反省自身在这个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没有停止这个拱火浇油的这么一个行为，反过来他们指责中国在帮助俄罗斯在扩大这场战争这些都是毫无理由的指责。王毅外长也借此机会再一次表明中方的严正立场，同时坚决地反对美方借俄乌冲突来污损中国形象的行为。王毅周五在纽约联大期间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特别告诫美方不能总是以两副面孔对华。您对此有何解读？好的，主持人，那么美方不能总是以两副面孔对华，那么一边肆无忌惮围堵打压中国，一边呢若无其事同中国对话合作。王毅在纽约见布林肯讲的这一番重话，是今天呢国内外媒体报道这一次会见他引述提及率最高的一个信息点。不少媒体呢直接将这样一个表述注进了标题。所谓两副面孔，那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双面人，即两副嘴脸，两种声音于一身。8年前，王毅在两会的记者会上曾经有一段炮轰外交双面人的犀利的金句，可以说当时刷屏全球媒体圈。王毅他是在回应记者就中日关系提问时，
特别指出的。日本政府和领导人一方面不断声称要改善中日关系，一方面又不断到处找麻烦，这是一种典型的双面人做法。对美方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的两副面孔呢，王毅昨天也给出了极简的一个概括：一边肆无忌惮地围堵打压中国，一边若无其事同中国对话合作。那至于美方这两副面孔，它的外交冲击与危害，王毅此前在谈到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时他曾经也有一个传神的妙语：美方希望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是如果绿洲周围都是荒漠，那么绿洲迟早也会被沙化。在我看来呢，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他的对华政策从根子上就已经是自带两副甚至是多副面孔了。美方所谓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需对抗时对抗的这样一种三分法，它不就已经内置并且形塑了对华关系的三种面向吗？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王毅昨天要再度警示美方要从根子上树立理性对华认知，构建正确的相处之道，而不是动辄从实力地位出发来我行我素、任性妄为。进而言之呢，王毅很大程度上也道出了外部世界对美国的共同的心声。国际社会，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可以说苦美国两副面孔久矣。举个眼前的例子，美媒现在都在爆料，拜登安保团队的成员这几天都在私底下大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为所欲为，根本不把拜登所谓中东和平计划以及最新的离以临时停火动议呢放在眼里，甚至美方都已经有人在警告了，以军在中东再度的大打出手，可能会成为影响美国大选选情的一个重大的外部变量。但是时至今日，连黎巴嫩真主党领导纳斯鲁拉刚刚都被以军确认已经炸死了，美方现在有约束以色列的任何实质性的动作吗？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不还是在如常进行吗？难道这不也正是白宫在向中东、在向整个世界再度展现的所谓两副面孔吗？那么在您看来，这次中美外长会见还传递了其他哪些关键信息？这是王毅和布林肯今年的第4度见面。那么如果我们拉长时间轴的话，这是拜登总统任内这2位中美外长双位数会见的最新的一次。中国外交部官宣使用应约这个表述，显示呢，这是由美方寻求发起的。那鉴于拜登政府执政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时段，而布林肯、沙利文、耶伦等等拜登执政团队的核心成员，他们呢大概率都会退出下一届的美国政府。即便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真的创造历史赢了特朗普，那这也正是美国政治权力游戏的潜规则之一。因此呢，美方明显更加看重，也更需要这次会见。那这从中美官宣的表述中也可以找到细节的见证。中方给出的描述关键词是坦诚、实质性，而美国国务院的通告描述呢，又多了一个关键词 productive， 富有成果。我想这也充分表明美方对于会谈它的评价更加积极，或者呢，美方至少是在努力对外传递这样一个积极的信息。事实上呢，隶属中美外长会见，可以断言要谈、该谈、必谈的都谈了，除非是有重大的突发事态，否则呢不会有什么新的议题。但是台湾问题，它作为中美关系中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一定都会是中方议程的必谈首选。王毅昨天就强调，当前台海局势的最大的危险是赖清德之流越来越猖獗的台独行径。使用越来越猖獗这样一个严厉表述，这代表中国高层的决策层对于当下台海形势的最真实的一个评估。不难预料，接下来势必会有更大力度的针对性的反制与安排，来坚决干预，并且来逆转台独势力越来越猖獗的气焰与态势。所以呢，我认为这是值得美方重视的一个信号。希望布林肯对此能够充分接受到。布林肯他必须读懂王毅当面告诫美方停止武装台湾，公开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他的厉害所在。此外呢，王毅也就反对美方对华经贸科技打压、
国家安全不能泛政治化以及南海问题等中方的重大关切，重申了严正立场。过往中美外长会晤呢，经常会在一些个重大议程上碰撞交锋，那这一次同样也不例外。比如呢，美国国务院的通告就称，布林肯就中国军方在南海所谓危险以及不利稳定的行为表达了所谓关切，但是布林肯这套壳一定会遭到中方的有力驳斥，被当场回呛。王毅在谈到乌克兰危机时，敦促美方停止对中方的抹黑栽赃、滥施制裁。这次王毅在联大参会期间，还特别宣布与巴西、南非、印尼等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起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参加首次部长级会议。这又意味着什么？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指出，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一以贯之，那就是坚持劝和促谈，早日停火止战，推动政治解决。而当前的首要重点是遵守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这3不原则，尽快的来推动局势降温。因此，在联大会议期间，成功举行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包括王毅与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共同见记者，宣布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成立，代表中国、巴西、南非、印尼等等这些个志同道合的全球南方国家，在为推动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进行的最新的积极的外交努力。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毅在和阿莫林共同见记者时就特别指出，要明确反对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核扩散，反对攻击核电站等和平的核设施。那么这无疑也是在回应当下俄乌危机的最新的一个重大关切。就在本周，俄罗斯总统明确宣布，俄罗斯将会修正核武指引，就西方，特别是西方核大国军事介入来发出最严厉的警告。我想，这样一个最新的动向，也让外界对于俄乌冲突的核战忧虑可以说爆表了。正因此王毅在记者会上意味深长地表示，种下和平的种子，总有一天会破土发芽。战争没有赢家，冲突没有未来，必须给和平一个机会。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坦坦荡荡，所以呢，中方坚决反对一些人借口中俄的正常贸易来转移矛盾，来抹黑中国。昨天王毅见布林肯时当面提出了要求，美方必须停止对华抹黑栽赃、滥施制裁。事实上呢，就在这一次的会见中，布林肯又在拿中俄贸易说事儿，无端指责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又抹黑中方推动乌克兰和平的相关言论，说不通云云，自然会遭到中方的坚决回击。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一系列涉华荒唐言行，它的幕后动机，昨天也被王毅解析得一清二楚，制造国家对立，鼓动阵营对抗。对此，不但中方坚决不答应，更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不答应。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更是不答应。来关注南海局势。28号，解放军南部战区通报为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进行例行性演训活动。南海持续升温之际，菲方近期在黄岩岛方向危险动作不断，接连出动舰机抵近挑衅，有何意图？来看看报道。据南部战区消息，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进行侦察预警、海空巡逻等例行性演训活动。域外个别国家搅局南海，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战区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特约评论员石红对深圳卫视分析，侦察预警、海空巡逻分别展示我军的监视预警及控制能力。此外，中方强调演训活动为例行性，也显示出经常性、反复进行的演训活动是我国对黄岩岛实际控制的表现形式之一。南部战区组织进行这样的演训，目的就是警告个别域外国家不要妄想在黄岩岛进行挑衅，制造南海紧张局势，同时也是警告菲律宾，解放军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有坚定的决心和强大实力。无论是谁想侵犯黄岩岛，
都将被解放军击败。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不断在南海滋事挑衅。本月14号，菲海警非法滞留中国宪滨礁西湖近5个月的9701号船，在经历多次补给失败后，最终撤离相关海域，返回巴拉望岛母港。但此后，菲方并未就此罢休，扬言将另派海警船再闯宪滨礁。与此同时，菲律宾在仁爱礁、黄岩岛等多个方向小动作不断，中方均全程跟监予以应对。21号，菲方派遣侦察机意图非法侵闯黄岩岛，中方出动19直升机进行拦截并驱逐，而菲方竟贼喊捉贼，妄称其渔业和水产资源局飞机在黄岩岛附近巡逻时遭中国海军直升机跟踪和靠近。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26号严正回应，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一段时间以来，菲方多次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派遣公务船、军舰和飞机等强闯黄岩岛附近海空域，严重侵犯中方主权，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对菲方舰机拦阻驱离，有关操作专业克制。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继续坚定维护黄岩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事实上，菲方已不止一次在黄岩岛方向做出危险举动。8月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旨在检验战区部队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打击能力。8号，菲律宾空军一架 NC-212型机不顾中方反复警告，执意非法闯入中国南海黄岩岛空域，干扰中方正常演训活动。南部战区迅速组织海空兵力，依法进行识别查证、跟踪监视、警告驱离。值得一提的是，菲军方当时反咬一口称中方干扰其军机所谓巡逻活动，并指责中方处理动作危险。南部战区随即发表声明，公布真相，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歪曲炒作。有分析指，菲律宾炒作中国军机所谓危险接近，对中方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演训活动进行近距离窥探监视的意图明显。此外，菲方出动的 NC-212实际上是一种小型运输机，上面除非军方人员外，还搭载有媒体记者，意在为继续炒作海上事态、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提供素材，暴露出菲方企图另辟舆论战线，进一步炒热南海热度、加剧紧张局势的险恶用心。观察认为，菲律宾把中国的维护主权的行为抹黑成一种海上霸凌，是近年来其在舆论场上，包括在多边外交场合采用的一种渲染炒作策略。另一方面，菲方之所以屡屡采取危险动作来碰瓷中方，是因为其自认为有美国撑腰。美国想把菲律宾当成在南海遏制中国的棋子儿，菲律宾何尝不是在想着把美国拖下水啊，让美国为菲律宾的利益服务？尤其是在近期，菲律宾因自身实力与中国差距巨大，屡次挑衅的结果都是灰头土脸，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于是进行虚假叙事、撒泼打滚，就成为菲方在南海搞事越发重要的方式了。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杀出重围，成功当选成为新总裁。外界预计石破茂最快将在下周2接替岸田文雄出任日本新首相。今年67岁的石破茂从政30多年，经验丰富，尤其以防务和安全保障见长，被称为政策通。随着日本换相，外交安保政策会发生改变吗？来看看报道。国民を信じ、勇気と真心を持って真実を語り。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经过2轮投票击败8名候选人，当选自民党总裁，任期到2027年9月结束。日本国会将于下周2举行临时会议。由于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众两院均占据多数席位，因此石破茂届时将当选日本新首相，接替岸田文雄。外界注意到，石破茂曾在他的新书中称，如果我成为首相，那将是在自民党和日本陷入严重僵局的时候。有观察认为，现在正是僵局日益浮出水面的时刻。石破茂上台后将面临多重挑战，其首要任务便是挽回自民党因黑金丑闻而失去的民众信任，带领自民党赢得即将到来的国会众议院大选。另一方面，日本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乏力，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而近2年来的日元大幅贬值，物价快速上涨，导致民生更为艰难。石破表示，要继承且更加切实地执行现任首相岸田文雄的经济路线，但岸田的经济政策到目前为止效果有限，石破将如何破局，值得关注。
在外交安保方面，日本近年来不断推进军事松绑，追随美国在亚太地区搞阵营对抗，导致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石破茂提出与此类似的不少保守主张，其中就包括删除和平宪法第9条，改自卫队为国防军等。外界注意到，石破茂在总裁选举的政策集中就修改宪法这一该党基本方针写明，担任首相期间实现由国会提议修宪。曾经担任日本防卫大臣的石破茂，因为爱好是拼建战斗机和军舰的塑料模型，也被称为国防极客。他在本次自民党竞选期间，还不断鼓吹构建所谓亚洲版北约，整合美日、美韩等同盟关系。石破茂27号在记者会上还称，这是对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的延伸。そうすると相対的に合衆国の力が低下していくという中において、いかにしてこの地域において集団安全保障の仕組みを作っていくか。日米安全保障条約があり、そして米韓安全保障条約があり、米非安全保障条約があり、ここにはそういうような同盟関係が多く存在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そういうものを有機的に結合するということを。不过，石破茂的这一构想并不被外界看好。亚洲版北约的形成有先天性的障碍，短期内很难改变。一方面是地缘整合难度很大，另一方面是忽视了该地区中小国家日益增强的政策独立性。二战以后，日本确立了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总体外交战略。近年来，美日同盟关系逐步强化，但是在对美政策上，石破茂一直以来呼吁重新审查日美地位协定，认为驻日美军基地应该由日本和美军共同管理。在选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石破茂提出了日本自卫队应在美国设立基地的想法，认为此举有助于加强美日同盟，还能推动两国地位走向平等。本月初，石破茂还公开表示，美国最近倾向于将交易和威胁强加给其盟友，不仅对北约国家如此，现在对日本也是如此。他怀疑这种做法是否公平。有分析认为，上述表态一定程度上反映石破茂将寻求更加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但由于长期以来美日同盟，美国的主要目的是控制而非寻求盟友的力量，因而石破茂想要打破这一现状，并非易事。现在石破茂打算修改这一地位协定，他的目的是想把日美的这个关系从这个美主日处修改为日美是平等的关系。其实这样实现起来难度非常大，因为首先美国不愿意看到这一情况发生。美国苦苦追求的，这就是说，美国要主导亚太地区。石破茂胜选后，中日关系的走向也备受外界关注。据报道，石破茂在担任防卫大臣期间，在安全问题上一直坚持威慑立场。但石破茂曾提出对亚洲和历史保持诚实态度的外交政策。在2020年受访时，也强调中日之间建立互信关系的重要性。之前也曾公开反驳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呼吁与中国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和更多外交。分析认为，石破茂是一位相对成熟务实的政治人物，与保守的民主主义者高市早苗不同。预计他在处理对华问题上会有一定的分寸，不会采取过度极端的做法。事实上，在石破茂8月窜访台湾时，台媒报道称，当被问及台湾有事，日本如何应对时，石破茂避免正面回答，表示应该思考如何避免这样的事态发生。但考虑到石破茂主张修改和平宪法，加强日本的军事力量，这可能会使日本在军事上采取更具扩张性的政策，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与中国产生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和共同利益。石破茂在政治立场上可能对华强硬，但日本经济界对与中国的合作有着较强的需求。如果他认识到中日经济合作对日本的重要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两国的经济合作。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还有待观察。他刚刚窜访了台湾，你像一个刚刚窜访台湾的这个政治人士，所以这个他的诚意有多少呢？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这个政治姿态而已。我们就是说目前可以就是听其言观其行，具体还得密切关注他接下来的进一步的行动如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自22号启程访美以来，不断推销乌克兰的胜利计划。在与美国总统拜登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会面隔日，泽连斯基又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见面。特朗普承诺，若当选将达成对双方都好的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但并没有给出具体方案。
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特朗普大楼与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举行了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会谈，双方重申尽快结束战争。会后，两人一同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的独家采访。分析认为，这一罕见安排凸显双方各有盘算。在美国大选民调稍微落后的特朗普，希望能宣传自己有能力结束俄乌冲突，吸引更多选票；而泽连斯基则在专访中强调，需要给普京施压以结束冲突。The president wants it to stop, and I'm sure President Putin wants it to stop, and that's a good combination. So we want to have a fair deal for everybody. What do you envision as fair? Well, it's too early to say that. I mean, I have my own ideas, and I'm sure the president definitely has his own ideas, but it has to be fair. This war shouldn't be started, and I think that the problem that Putin killed so many people, and of course we need to do everything to pressure him to stop this war. 特朗普这时候说希望俄乌双方达成一个 fair deal， 一个公平的交易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说你乌克兰必须承认俄罗斯的既得利益，至少是部分的既得利益。那也就是说，希望乌克兰让步。目前看，如果特朗普当选为美国下一届总统的话，在俄乌问题上，乌克兰可能受到的、能够想象的、能够得到的美方的这个支持，将是极其有限的。外界注意到，不论是会谈前的记者见面会，还是会后的采访，两人的关系都既紧张又尴尬。共见记者时，特朗普称自己与泽连斯基关系好，随后又强调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也很好。一旁的泽连斯基赶忙插话缓解尴尬。So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nd I als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s you know,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if we win,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resolved very quickly. I really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resolved. I hope we have more good relations. We're going to have. Oh, I see. Yeah, but you know, it takes two to tango. You know. 观察指，尽管特朗普承诺若当选将结束俄乌冲突，但他并没有给出具体方案，仅强调要达成对双方都好的协议。That people on either side of President Trump, some supportive of Ukraine, some like J.D. Vance,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who seemed particularly pro-Russian, and Trump himself saying, without explaining really how, that he would end the war in no time at all. And to Ukrainian ears, that sounds very much like a recipe for really doing it on Russia's terms rather than Ukraine's. 这次会面被视为泽连斯基在美国大选以前试图弥合与共和党关系的努力。此前，泽连斯基在抵达美国当天接受知名杂志《纽约客》专访时声称，特朗普并不真正知道如何停止战争。他还抨击了特朗普副手万斯，称万斯提议乌克兰交出俄罗斯控制下的领土过于激进。此外，泽连斯基美国行的首站选择了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陆军弹药厂，并由宾州州长夏皮罗等民主党人陪同，引发共和党不满。有观察指，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此次会面似乎没有让共和党人对其回心转意。我们可以说，谁赢得了宾夕法尼亚，谁就赢得了这一届选举。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预判。而这个时候，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泽连斯基前往宾夕法尼亚的斯克兰顿陆军兵工厂去访问，那么就表示了他对美国的期待。他实际上也是对美国选举的一个表态，就是支持民主党的政策，表明了泽连斯基也在打美国的政治牌所以现在看起来，泽连斯基这一步，我觉得走得非常的冒险。分析认为，泽连斯基在美国大选前夕分别会见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是为了确保美国对乌克兰政策的延续性。他讲话急迫，是因为知道自己正面临获得大量外国援助的最后机会。泽连斯基26号在白宫与拜登会面当天，拜登就宣布对乌克兰新一轮近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美国将为乌克兰提供赢得这场战争所需的支持。观察指，拜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使用的措辞发生了微妙但重大的变化。白宫不再说只要需要，美国就会支持乌克兰，而是说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赢得这场战争所需的支持。
外界注意到，这是美方首次向乌方提供联合防区外武器滑翔弹，可打击约110公里外的目标，并且可由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 F-16战机搭载发射。有分析认为，尽管美方继续加码军援，但这并未完全达到泽连斯基此访的预期目标。对于泽连斯基反复请求允许乌方使用美制武器打击俄境内纵深目标，拜登全程没有松口。另据透露，美方对泽连斯基预告已久的胜利计划不太满意，拜登政府担心这份涉及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的计划并无全方位的战略，只是略好过索要更多武器、取消远程导弹使用限制的包装过度的请愿书。因此，乌方希望通过胜利计划获得西方国家更多援助的想法，缺乏新意且实际意义有限。现在我们猜测这个根据媒体报道，这个所谓和平计划里面大概最重要的就是3点。第一点是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这是我们知道是完全不现实的一个想法。第二点是要求美国及北约向乌克兰出口这个能够打击俄罗斯纵深的导弹，这个我觉得也非常难第三，要美国和欧洲国家持续的加大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这一点我觉得是可能部分的能做到，但是这个量上如果说是持续的扩大，这也是非常困难的。外界期待的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杀我1000，我伤你800的所谓全面战争，已经不会再有了。那么这些年来一直在大力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的伊朗，会不会对以色列发起报复行动？还有国际社会能否阻止这场战争？我相信这几个问题，或者说是悬念，外界也同样在等待结果。先来看伊朗，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不久前当以色列在伊朗的土地上炸死哈马斯前领导人哈尼亚的时候，伊朗干脆选择了息事宁人。既然以色列在自己的首都袭击自己的重要客人，伊朗都可以选择忍让，怎么可能指望伊朗为了黎巴嫩土地上的真主党而跟以色列开战呢？在本次年代发言的时候，伊朗总统贝泽希奇扬不仅明确向西方伸出了橄榄枝，说伊朗寻求和平、反对战争，无意与任何国家冲突，而且他还明确表示，以色列打击真主党是为了给伊朗设套，拉伊朗下水，伊朗绝对不会上当。这些都意味着伊朗不仅既无心，更无力去替真主党两肋插刀，而且意味着伊朗跟以色列与西方为敌的国家战略正在面临着深刻的调整。而主心骨伊朗都按兵不动了，那些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民兵组织，自然就更加不敢强行出头了。我们再来看看国际社会。首先，国际社会敢于跟以色列与西方叫板的俄罗斯，正深陷俄乌战事的泥潭中难以自拔，不仅不可能在军事上帮助真主党，甚至连仗义直言都顾不上了。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确是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立即停火。但是假如外界指望这个声明真的能够产生什么作用，那就太天真了。要知道，过去近10个月以来，美西方也发表了很多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进攻哈马斯，甚至为此还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好几个决议，并且组织以色列与哈马斯进行过若干次和平谈判。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